不知不觉间啊，杭州已经来到了全年最热的季节。我在这站了5分钟，已经开始冒汗了。那现在室内温度36度。我们今天呢，在这个不开空调的高温环境下，对 H3C Magic 1500兆以及3000兆的面板呢进行一项散热测试，看一下它的表现怎么样。首先，像 H3C Magic 3000兆无线面板上墙通电，我们选了与它同规格的2款竞品来进行测试对比，让它们各自待机10台手机开启抖音直播，不间断运行6小时。然后我们会在3小时和6小时后用热成像仪对比3款面板的整体温度。在搭建测试环境的过程中啊，面板已经静止运行了20分钟。此时 BA3000L 正面温度42到43度，竞品1 43到44度，而竞品2已经达到了50度左右。现在每个面板各接入10台手机都开启抖音直播，我们看3小时后的温度情况。A few moments later. 好的，那现在呢，设备已经负载运行了3个多小时。目前啊 ，BA3000L 正面温度49到50度，略微升高。竞品1呢，在50到51度的范围，表现差不多。而竞品2已经达到了53度左右，相对较高。Later. 好了，现在呢，测试已经进行了6个小时。那看一下3款面板的温度情况 ，BA3000L 依旧保持在49度左右，竞品1呢52到53度左右，竞品2到了55度左右，差距逐渐变大。今天呢 H3C Magic 3000兆 AP 面板长达6个小时的温度长测就到此结束了。我们打算让这3台 AP 呢继续在这样的环境下空载1个晚上，明天早上我们再来记录一次它们的温度情况。The next day. 现在呢，时间来到了第2天中午的11点钟，在无负载的情况下运行1晚之后啊，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。BA3000L 温度下降至46度左右，竞品2呢也略有回落，温度在50度上下，但竞品1的温度居然达到了56度左右，成为了3者中最高的温度。整体来看啊 ，H3C 3000兆 AP 面板的温度啊，在长时间运行之后呢，它的温度优势进一步凸显，那比竞品低了10度左右。今天呢，室内温度依然保持在36、7度的高温。我们安装 BA1500L 以及它的2个竞品，同样在这个高温环境下，我们进行6小时的长测。现在3台 AP 依然各自负载10台手机，我们会在3小时、6小时后监测温度情况。在上电20分钟空载的情况下，我们测了初始温度 BA1500L 40度左右，竞品1 48度左右，竞品2也是40度左右，与 BA1500接近，竞品2的温度最高。现在测试正式开始，我们直接看测试结果。3小时后啊 ，1500L 面板温度为51度左右，竞品1此时温度较初始温度略微升高，保持在51到52度，竞品2的温度则达到了55到56度左右，还是3者中最高的温度。我们再来看下6小时的温度情况 ，BA1500L 52度左右。竞品1呢53度左右，竞品2温度还是3者中最高，保持在55度左右。整体来看啊，在36度高温室内环境下，3款面板在正常家庭用网需求时表现无明显差别，而 H3C Magic 面板散热均优于同规格的竞品。在满足家庭高速稳定用网的同时啊，也时刻保障着用网安全。我们曾做过喷枪直火烤面板的极限测试，独特的阻燃材质啊，让我们的面板保持高性能的同时，也有着优秀的散热性能，并能时刻保证家庭用网的安全。OK， 本次3000兆、1500兆 AP 面板温度长测就结束了。大家还有任何想要了解的问题，欢迎在下方留言。